几年前我发生蛮严重的一个意外，伤到我的膝盖。我记得我的脚车就直接跌到去马路的中间，很幸运的后面的车没有很快。近年脚踏车运动盛行，不少脚踏车团体组团跨境到新山骑行。但在今年6月，一名新加坡骑士跨境到柔佛骑行时遭遇意外，当场丧命。早报摄制队跟随脚踏车团骑，看看在新山骑行有哪些隐忧。我们的道路其实没有特地规划为一个脚车道或者摩托车道，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这个路上的路况的问题，是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45岁的吴正辉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他参与公路骑行运动已经约10年。去年8月，他和几位朋友合作，成立了 One Cycling Club， 几乎每周都会在新山一带进行团骑活动。到目前为止，我想应该有100多个人到200人左右吧。至于新加坡，我的朋友跟骑士的部分，我以平均的话，大概有时候每次的骑行可能会有2个人。或者是到10个人，或者是15个人以上，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在新加坡，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个 cycling team， 所以每一次都会不一样。从乌兰的 checkpoint 过来。那你们多频繁会这样骑可能偶尔1个月2次这样子。我们来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话会经常来回啦，每个礼拜天可能会来这边做一个 training。我叫 Darren， 今天我们的骑行的路线大概是68公里。我们等下一开始，我们出去路口我们会转右，转右的话我们会经过马来甘榜先。马来甘榜那边的路况其实会比较不好，就是讲路洞可能会比较多。因为刚才有下雨所以你们要注意，地上如果有水的话，你们尽量我们就避开那个水，因为我们不知道下面可能是一个路洞来的。山这里通常热门的路线有哪一些？就很像比如今天早上我们骑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路线。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骑士来回都会有。这个是 Gugup 的路线呐。我们从关卡我们会直接去到 Berlin 去 Gugup， 然后去奔真。他们也是可以过了关卡过后，他们可以骑到这边乌迪兰，然后他们会骑到去古莱，甚至基峦，然后再回来。然后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比较偏东的，他们也是会从关卡骑到这边乌鲁迪兰，然后再骑上去国德丁义或者是迪沙路。有时候他们骑去迪沙路过后，他们就会坐 ferry 直接回去新加坡。那在新加坡骑跟在马来西亚骑行，你觉得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新加坡路是比较美啦，但是它就是绕一圈就没了。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休闲一点呐。因为新加坡它红绿灯比较多嘛，所以要一直停。但马来西亚的话就可以一直骑，所以能更好的训练吧。就是可能马来西亚路没有这样好啦，有一些地方啦。那新加坡一般的路是会比较好一点的。马来西亚有个很好的点，就是有很多比较乡村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骑的时候，我觉得空气也会比较好。而且红绿灯也比较少，但是马来西亚的路就是比较多，并不会有那个路修的，所以在这方面是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马来西亚会是今天的路是很漂亮那条路，可是多2天过后我们去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洞了。在柔佛中我们可以讲是我们的道路其实没有特地规划为一个脚车道或者摩托车道，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这个路上的路况的问题，是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
根据我所知道的是，在一些花园住宅区，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花园住宅区，他们是有规划好脚车道给予脚车骑士的。可能有一些骑士他们是比较向往、比较刺激的，可能就是有山坡路的，那么有乡间小路的，或者是沿海一带的路。这些路道呢，它本来原有的这个马路的这个基础建设有一些路段它本来就是行个方向的，一条去一条回，所以它其实在旁边已经没有多余的路段给予这个脚踏车或者摩托骑士，所以这就是往往交通意外发生的时候，可能有路洞的时候，他们来不及刹车，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空间让他们闪避。其实，在差不多几年前，我发生蛮严重的一个意外，不过我是伤到我的膝盖。那个是我在跟我朋友准备一个330公里的骑行，我们要一天骑完，所以那个是因为路面不好，他们补的那一整片他们下沉的话，它就跟原本的路有一个高低，我的轮胎就刚好在那个高低的那边跌下去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整个就跌脚车，然后我记得我的脚车就直接跌到去马路的中间，然后我就跌在马路那边。这样子，是很幸运的，后面的车没有很快，或者是后面并没有那种罗里还是巴士跟得很近。今年6月，一名新加坡骑士跨境到柔佛谷来骑行，不小心撞上路洞，导致他连人带车翻覆后跌在马路上，遭尾随的砂石罗里撞上，当场丧命。脚踏车骑士跨境骑行该如何注意自身安全？其实那条路线在4、5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骑过，因为那边就有陆续的开发，再加上那边他们有运载那些砂石，所以有很多重型的罗里会经过那边。过后我们就很少也不去那边骑脚车了。根据我向这些脚踏车的团体们的了解，他们通常就是第一，他们会以比较多人的一些骑士一起出发，就是他们会规定好时间，然后有比较熟悉那个路况的 leader 来带这个脚车队去在那条路上就是进行他们的脚车活动，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当然我们也鼓励，如果是有跨境来到这里的骑士，可以多跟这里的脚车团体做交流。路线的规划方面呢，我尽量会选择少车、安全，这些都是我很重要的考量啦。然后也要注意看那段路线最近有没有在施工有没有可能 condition 比较不好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有时候我自己会开车过去看一下。有一部分是我的骑脚车的好朋友跟其他人有时候我一公布路线了过后他们会知道，因为他们是住当地的嘛，那边的地方，他们就跟我讲，Darren， 刚好这边可能在扩建马路，所以可能路线没有这样友善，我就讲好可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就会更改路线。根据马来西亚的条规，脚踏车骑士可以在一般公路上骑行，但不允许骑在高速公路上。不过，网络上不时流传骑士与其他公路使用者发生争执或意外的视频，双方各执一词。公路使用者该如何共享公路呢？同样是开车人士的吴正辉就说，他会尽量与一旁的骑士保持安全距离，并确保是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超越他们。但是我不排除我们骑脚车骑士中也是会有害群之马，因为我也是看过有很多视频，我自己本身的团骑我也是有经历过，来 join 我们的一些新的朋友，他们的骑行方式很激进，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保铁嘛，所以通常我都不会骑得这么危险。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面的事情啦。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学习驾车的时候，马路就是给汽车或者这些交通工具行走的，而那个路面上它是没有特地规划一个 lane 是给脚踏车的，所以我说如果你是比较小3、5个人的话，它就会比较危险，可能大家会没有注意到，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 come into 他们的 mind， 所以要在做这一方面的宣导并不容易。我觉得，既然现在政府并没有管制
的话，它就是 allow 骑脚车跟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是可以 share 那个路的，就大家就礼让多一点，互相包容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美好了。